兄弟们，又到了熬夜看恐怖影片的时候了。今天仍旧美恐系列萤火怪谈。影片开始啊，依旧是经典4个大学生外加一个老头。老头呢是白天路上遇见的，跟他们并不认识，出于缘分，几个人露营就带上了老头。现在他们呢就围着篝火旁聊闲篇呢。为了烘托气氛，老头提议让几个人挨个讲个恐怖故事。这时候大壮自告奋勇的说：“我来，我要讲的这个故事，你们听了之后绝对能瑟瑟发抖。”故事开始于一个劫匪被自己的2个同伴紧追不舍，只因他独吞了抢来的10万美金。劫匪大善钻进了一个铁门，躲进了一个仓库里，同伴大胡子和针织帽也随之而赶来。仨人在仓库里玩起了躲猫猫游戏。大善用余光扫到大胡子来自己附近了，等他走后，大善找到了后门。就在他准备要开始，不料大胡子又杀出来了，一拳将大壮打倒在地。这个大胡子也是挺憨的，你说你不控制住他之后再喊针织帽啊，哪怕你正对着他再喊呀。大胡子倒好，背对着身子喊针织帽。等他回过头时，大山已经爬到了货架对面。这时候他站起身，好像感受到了有什么东西在暗处。再一看呢，这是个什么东西啊，跟个怪物似的。没一会儿，大胡子找到了他。大山告诉他，现在不是计较钱的事的时候了，你身后有东西。等大胡子一回头，眼睛那块被咬下了一块肉，没了呼吸。看到同伴惨死，针织帽非常生气，掏出了小刀想要干掉大山。大山找到了针织帽，告诉他说，大胡子不是自己杀的，是怪物。可针织帽呢不信，说我再给你一次重新组织语言的机会，快说是不是你杀的。大山说，真不是我杀的，我发誓。直到这儿，针织帽才勉强相信了大山。但是针织帽让大山陪自己找到这个怪物，将他杀死给大胡子报仇。大山想要阻止，可下一秒针织帽就被怪物扑倒在地，一顿撕咬。大山想要过去阻拦，不但没有造成什么伤害，自己还挨了一下，疼得他夺路而逃。仓库的保安闻声而赶来，误把他当成了小偷。大山急忙的解释，他说自己不是小偷，让保安调监控就知道了。这不调不知道，一调吓一跳呀！大山不是小偷，是杀人犯。只见大山将大胡子还有针织帽挨个的杀害了。反复观看几遍后，大山在监控里没有发现那个怪物，全程只有自己和2个同伴。这给保安吓得呀，赶紧拿起电话报警。与此同时，伴随着灯光的闪烁，怪物若隐若现的出现了，来到了保安身后。他这块呢，好像跟没看见一样，还是稳重如山的跟警察报案。随后，大山拿起了小刀，威胁着怪物赶紧离开。可保安表示自己身后什么也没有。陷入崩溃的大山当场割喉自尽。这个故事讲完了，同伴一听呢，这讲的什么玩意儿啊？听不懂还不吓人，而且里边的人也太降智了吧。老头说了，他听明白了，所有的怪物根本没有，只不过是大山幻想出来的，这正是他贪婪的心魔在作祟。接下来该谁讲故事了呢？老黑。故事发生在一对母子俩身上。母亲带着儿子搬进了一栋2手房，在收拾东西的时候，母亲在地下室发现了一台老旧的留声机。可惜的是，它呢已经坏了，不能放音乐的。时间来到晚上，母亲在睡觉的时候，意外的发现自己儿子不见了。与此同时，客厅里也传来了音乐声。母亲走过去一看，没事儿啊，原来是自己儿子在那哼歌呢。母亲打开了灯，儿子身后的女人消失了。母亲问儿子，大半夜不睡觉干嘛呢？儿子说自己口渴，出来喝口水。但奇怪的是，杯子在橱柜的最上层，以儿子的身高来说，他根本够不到。等到了早上，母亲在工作的时候，就听到楼上传来了很大的动静，以为是自己儿子在楼上玩呢，便大喊他的名字。可等他起身一转头，儿子在院子里玩呢。那是谁在楼上呢？母亲拿了把刀走了上去，推开门一看，啥也没有，真是奇了怪了。他来到窗边跟儿子打了打招呼。时间又来到了晚上，母亲在看电视的时候，就又听到了音乐声，那个留声机也自己开了。一开灯，人又没了。随后他跑上楼看了看儿子，儿子没事就行，这留声机呢不能留了，实在是太诡异了，就把它丢进了垃圾桶。这会儿功夫，房间里的灯又闪了一下，母亲急忙上楼，走进房间一看，儿子不见了。原来搁那站着呢。哎呦我操！这给母亲吓了个跟头，母亲一点一点向后退，瞟了眼床，发现儿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又躺了回去。等再一看，那个女人又消失了。过了一天，母亲起床发现留声机又出现在了桌子上。我靠了，奇了怪了，我不是把你扔了吗？母亲这回呢，直接扔在汽油桶里，塞上几根柴火，用火烧。回到儿子这边，他呢正在床上睡觉，一双手抱住了他。儿子以为是妈妈，结果还真
不是，母亲急忙赶来开了灯，女人再次消失。与此同时，音乐声再次响起了，无疑是留声机又回来了。那个女人伴随着音乐声扭动着身子走上了楼，寻找着俩人。见女人走进了另一个房间，妈妈赶紧抱紧儿子离开这房子。可惜的是，房子大门早已被锁。故事到此结束。老黑看到大壮跟他女朋友被吓到了，便跟自己女朋友嘲笑起了俩人。大壮想要解释说，你这故事也太老套了吧，经典搬家搬进凶宅了。女朋友小美说，来我讲个吧，绝对能吓到老黑和他的女朋友。故事发生在一所酒吧式酒店，我们的男主小胡子呢，可能是喝多了，精虫上脑了，让眼前这个叫小美的女人呢给他按摩。小美说，我是陪你喝酒的，不是帮你按摩的。小胡子一看呢，只能动用金钱的力量了。小美呢就答应了他的需求，俩人来到了楼上的酒店，小胡子趴在了床上，小美拿出了一个小罐罐，小胡子以为这是按摩油，但好像不是。小美在小胡子的后背画了一个奇怪的符号，随后又用手铐铐住了小胡子的手。等小胡子翻过来身再一看呢，懵逼了，只见小美的脸上绑满了树枝，随后她掏出了一个树枝编的环套在了小胡子头上，然后拿出烙铁往这小胡子身上就使劲摁。哎呦我操了，这给小胡子疼的急忙跑了出去，大声呼救。等一看周围人呢，脸上全绑满了树枝。最后小胡子在下楼的时候碰见了服务员，终于有一个正常人了。小胡子让服务员赶紧报警，说一群奇怪的人正在追他。服务员说可以，但是你得带我去案发现场看看是不是真的，万一你整恶作剧，我打电话报警不就是骚扰警察了吗？现在呢，小胡子就带他来到了那个房间，等开门一看呢，这不是没啥异样吗？再往里走，小美身上也正在被画着奇怪的符号。紧接着服务员捂晕了小胡子，等小胡子再醒来时，自己已经被绑在了床上，他呢被献祭了。接下来就是掏心掏肺了。故事到此结束。听完小美讲的故事后，老黑和他的女朋友大笑了起来，说你这讲的是啥呀？跟恐怖哪沾边啊？不纯一个献祭的故事吗？大美说行了，也该我讲了，压轴的一般都是最好的，那我讲的这个故事也是最吓人的。故事发生在电影院里，三个大学生，大哥、二哥跟大姐，仨人在买票的时候目睹了售票员大哥挨呲了，殊不知他上司的这一举动彻底的激怒了他。仨人走进了影院，以为自己包场了，但是前面还坐着个眼镜。由于电影还没播放，大哥呢就去了个厕所，出来的时候看见大哥跟上司吵了起来，大哥戴上了一个面具，拿走了上司口袋里的钢笔，直接扎穿了他的眼睛，最后给这上司整嗝屁了，然后锁上了门。之后大哥赶紧告诉二哥跟大姐还有眼镜，快跑吧，这大哥杀人了。但几个人呢愣是不信。这时候眼镜走了出去，看看大哥说的是真的吗？同时仨人也跟了上去。眼镜走上前跟大哥理论着，但好像在对牛弹琴。大哥趁眼镜回头的时候勒住了他的脖子，一使劲脑袋掉了下来。几个人看到后急忙跑到了放映厅里商量对策，最后选择逃跑。几个人来到了大厅，就正好看到了大哥在门口站着呢。大哥跟二哥急忙逃走了，但是大姐一不小心被脚下的尸体给绊倒了。等他再醒来时，发现大哥没有伤害自己，于是他来到了放映厅，在那儿看到了二哥，不过早已命丧黄泉。这时候传来了脚步声，大姐趴在了地上，大哥来了。大姐扑拥向前，成功躲过了大哥的搜捕。等他来到出口时，跟大哥撞了个面对面。大姐的下场呢也是很惨，大哥这块呢还活着呢，躲到了女厕所，在里面碰见了保洁。保洁呢可能是太尽职了，不知道外面发生的事儿，还责怪大哥闯进女厕所。大哥就告诉他，别说别的了，外面那个收银员大哥他呢已经杀疯了，咱俩得赶紧跑。起初保洁是不相信的，直到看了大哥用手机录着的视频后才相信。随后大哥可能是听到了俩人说话的声音，他呢就来到了厕所。紧接着搞笑的一幕出现了，保洁让大哥出去看看，本来俩人可以在隔间蒙混过关的躲过大哥，但是大哥这么一出来可就完蛋了。这时候不知道从哪又蹦出来个男的，拿着个棍儿打在了大哥身上，但是跟刮痧似的，造不成什么伤害。随后大哥一脚踩扁了这个男的的脑袋，随后大哥鼓起勇气上前捡起了那个棍儿，打在了大哥身上。
保洁趁机跑了出去，看到大哥抬起了头，大哥接着又来了一下，看到大哥彻底倒地后，大哥没有选择补刀，而是拿走他身上的钥匙，准备开门跑。俩人打开了门，大哥率先爬了出去，而保洁呢倒霉了，刚握住大哥的手就被拽走了，而大哥呢也被警察误当成了犯人，被开枪打死了。大美讲完后说，我们4个都讲了，你不讲个呀？老头说呢，自己有点害怕了，胆小了，不敢讲了，现在要睡觉去。很快到了第二天，几个人醒来后发现老头呢人走了，而且他们的手机和钱包都消失不见了。闹了半天呀，老头呢就是个小偷。电影到此结束。